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。今天分享一个外省菜，干锅马铃薯，或者叫红烧马铃薯。那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要准备的材料有五花肉、马铃薯、红青椒、葱、蒜、干葱。这种做法呢，在外省是很普通的，但我们这里是比较少这样做的。就像以前我们妈妈在家里面煮菜是很少这样煮的。那说回五花肉先，我们选五花肉的时候尽量选瘦一点的，但是有一点点肥膏也是好的。大家拿来起锅炸猪油拿出来炒的时候会香一点。如果你们去国内旅行的话，很多时候在街边的小菜馆一定有这一道菜。首先我们将青椒放在案板上，青椒的话我们尽量选大条一些的。如果不吃辣的，可以使用灯笼椒。我们将青椒的头切掉之后，将其对半切开。我们在青椒肉那边下刀，它就不会释出水分，这样就可以存放时间长一点。早上切了之后放在冰箱里，晚上煮都是 OK 的。接着我们将葱放在案板上，将葱的尾部给切掉，将葱切成3cm 左右长就可以了。切好之后放到盘中备用。有些人叫做红葱头，然后剥皮切小就可以了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马铃薯的话就比较简单了，我们去皮。马铃薯去皮之后，我们将它放到案板上切片，切得稍微有一点点厚度，大约1cm 厚度就可以了，不要切得太薄。这样的厚度生煎马铃薯也是很棒的。如果你还是觉得很大块的话，也是可以将其一分为二。切好之后，马铃薯放到碗中，在碗中倒入清水，我们把马铃薯放进去浸泡。接着我们再处理五花肉。五花肉的皮是不要的，所以我们切掉后放到旁边。接着我们将它切成薄片。我们切成薄片后是可以看到有一些肥膏的，我们可以拿出来先煎油炸油。接着我们腌一腌五花肉，放2汤匙的生抽，1汤匙的楚酒就可以了，让它有些基本味，不需要放太多，不需要加生粉或者是素粉，最多的话就放一点胡椒粉吧。接着我们开中火烧锅，等锅中有烟的时候，我们倒入一些食用油下去，接着晃动锅子，使油能均匀地沾到锅的四周。那等到油有烟的时候，我们就先煎马铃薯，煎到马铃薯两边都有颜色。这个时候我们慢慢地放下去，因为马铃薯有水分。如果你真的很怕淡油的话，你就拿个盖子，像盾牌一样挡住就可以了。只需要1分钟而已，很快而已，而且油也不会烫得太紧。接着我们打开盖子，你看其实是已经有颜色的了，颜色很漂亮的金黄色的。由于马铃薯的表面是有糖分的，所以煎出来的颜色是很漂亮的。我们煎制马铃薯两边都有金黄色之后，就可以拿出来了。将马铃薯取出来后，我们放到一旁备用。接着保持中火，我们先把猪油膏给放下去。如果你怕肥的话呢，就可以不用放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慢慢的炒香猪肥膏，然后它会变成金黄色，猪油会慢慢的融化。差不多看到可以焦焦的、黄黄的炒香了，就可以把猪肉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的五花肉放下去炒，我们保持中火，甚至可以中至大火都可以。我们将五花肉给铺平它，煎五花肉的表面。我们慢慢来，
煎到一边有色，等一下我们炒就可以了。因为五花肉本身就有一点油，如果油融化了就会很香。等一下我们炒其他的配菜，整个菜就会很香。不需要担心，很快就熟了。颜色是不是很漂亮呢？而且还有一点油。如果是油很多的话，你可以先把油倒出来。那这些油呢，留下来炒菜也是很香的。接着我们可以把干葱和葱给放下去了。接着我们把干葱和蒜头放下去炒，很快就可以熟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葱的头我们也可以一起放下去，炒香它。煎好五花肉爆香，一步一步来，不要急，保持中火至大火。最后我们把马铃薯给放下去，现在就已经很香了。接着我们保持中火，慢慢的煎。马铃薯数量多的时候，我们要分2次煎。如果中途油不够的时候，你可以加一点油，因为马铃薯也是会吸油的。等一下我们简单的调个味，生抽就完成了。我们放大概1汤匙左右的生抽，那生抽有一点点在锅边会比较香。放完生抽之后，我们可以试一试看它够不够咸。如果不够咸的话，可以放多一点盐下去。还有我们可以放一点点的醋，这样它就不会太油腻了，感觉会好一点。少许的香醋放一点点醋就可以了。接着将其翻炒，翻炒均匀。翻炒好之后就可以出锅了。这里我们放了一点点的醋，所以会有一点酸酸的，其实是很开胃的。然后把青红椒给放下去，很快就可以了。这青红椒炒短一点时间，不用那么熟，让它有一点点口感会比较好吃的。然后把剩余的葱给放下去。这是一道非常家常的菜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差不多可以看到焦焦的、黄黄的，炒香了。这种做法呢，在外省是很普通的，但我们这里是比较少这样做的。就像以前我们妈妈在家里面煮菜是很少这样煮的。那说回五花肉先，我们选五花肉的时候尽量选瘦一点的。但是有一点点肥膏也是好的，大家拿来起锅炸猪油拿出来炒的时候会香一点。如果你们去国内旅行的话，很多时候在街边的小菜馆一定有这一道菜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非常容易的一道家常菜，而且非常好下饭。